電子競技呢樣嘢啦，簡稱電競，基本上而家人人都聽過噶啦。隨便我上網 search 下電子競技咧，都可以睇到好多不明覺厲嘅數字，咩總值有幾多個億啊，估計某年觀眾人流咧又有幾多個億啊，單場賽事嘅獎金又有幾多千萬啊。嗱，呢啲數據其實大家睇下就好啦，因為實際係多係少咧，普通人係分唔清嘅，而且好多仲停留喺呢個估算嘅階段。So far，大家要知道咧，電競從目前嗰個發展嚟睇咧，係屬於嗰個未成熟但係急劇膨脹緊嘅新經濟模式啦。尤其係嗰個產業鏈嘅吸金力咧，對商家嚟講係好吸引嘅。但有樣嘢就好怪嘅，雖然電競就急劇發展緊啦，但係大眾對呢個產業嘅認識同理解呢係追唔上佢嗰個發展速度嘅。往往我哋去討論電競啦，包括自己在內，講嚟講去都係停留嗰種老生常談、淺談電競嗰個程度。特別喺華人地區呢，媒體對電競產業嘅分析呢其實係好少嘅，亦都往往局限咗喺商業角度嚟講。對一啲試着理解呢個電競嘅大眾嚟講呢，其實係唔吸引，而且亦都係冇咩心得。咁產業嘅發展速度同埋市民嘅理解程度有落差，咁社會梗係會有疑慮啦。為咗新聞價值，我哋嘅傳媒咧慣性將電競講得好理想、好好聽嘅，例如電競夢啊、熱血啊、青春啊、打機就唔係再係廢青呢一啲套路啦。可能比較直接嘅人就會話，電競咪係班生意佬攞啲後生仔嘅青春嚟圈錢。其實佢哋兩個都講得啱嘅。電競係有佢價值嘅地方㗎，例如作為一個比賽呢，佢係好好睇，好有娛樂性㗎。就算觀眾對遊戲嘅玩法唔識呢，但係喺專業嘅評述員講解之下呢，唔知唔覺都會融入喺比賽嘅氣氛入邊，就好似普通人啦都可以 enjoy 睇世界盃嘅樂趣一樣，係一個全球化嘅盛事同埋一個節目嚟嘅。而年輕人喺比賽入邊呢，一邊承受住一個高強度嘅壓力，一邊發揮同埋認真比拼呢，亦都係有住一個好強嘅感染力啊，係令人五體投地。但與此同時咧，越嚟越多商人亦都想藉住呢個電競熱潮咧去分一杯羹，魚目混珠嘅事就越嚟越多啦。例如手機電競係咩料呢？嗱，呢個問題咧對我哋思考成個產業，以至到成個遊戲文化咧都好重要嘅。我哋留翻一陣間先講。總而言之，目前電競產業嘅灰色地帶其實仲有好多嘅，於是我自己整理咗啲睇法同埋意見啦，試下俾大家用唔同嘅角度去討論電競。嗱，我哋先嚟個易啃嘅頭盤先啦。釋除公眾嘅疑慮同埋成見呢係業內人士最想做嘅嘢，但可惜啦，就算喺海外，電競係咪屬於運動呢？呢個爭議其實一直都未有共識噶，所以我哋推廣電競就變得好難。嗱，呢度容許我一刀切講完。無論電競係唔係屬於運動，電子競技仍然可以獨立存在嘅，依然可以靠佢電競之名咧去搞比賽啊，培養選手啊，建立佢自己嘅生態圈。佢係唔係運動其實從來都唔係重點，畢竟我哋大家都知道啦，亞運本身其實就係一個半商業活動，選手嘅體育精神係一回事，但係營運方點樣去賺錢又係另一回事。乜嘢遊戲可以做到比賽項目呢？其實係睇遊戲商願意俾幾多錢嘅。將我哋以前嘅遊戲比賽到今時今日電競嘅體育化呢，其實呢啲全部都係一種商業考慮嚟嘅，因為咁樣去推廣電競係比較方便嘅。好啦，如果你 buy 咗呢個講法呢，咁我就開始正文啦。今日我哋集中分析文化同埋產業，然後我哋先開始評價同埋建議。雖然電子遊戲係好普及嘅大眾娛樂啦，但係咁唔代表大家好理解呢個遊戲產業噶。喺今時今日嘅電競風潮之下呢，有一個好常見嘅誤解，就係好多人以為電子遊戲等於電競，以為電競就係成個遊戲產業，亦都好多人以為咧遊戲主要就係玩競技 game 同埋手機遊戲。咁諗其實係完全錯誤嘅，因為如果我哋世界淨係得電競 game 玩呢，咁作為遊戲玩家就一定好可悲。但係對新世代嘅玩家嚟講咧，或者對一啲遊戲認識尚淺嘅人嚟講呢，遊戲官兵電競騎劫其實係好普遍嘅，因為而家嘅人接觸嘅 game 啦，咁多數都係而家時下流行嘅競技 game，咁係正常嘅，唔緊要，我哋一步一步嚟。第一件事，我哋要理解電競之前，我哋必先理解咗而家遊戲產業嘅現況，仲有就係嗰個遊戲文化嘅轉變。電競係遊戲產業衍生出嚟一個新嘅產業，而用嚟電競比賽嘅對戰類遊戲呢，只係佔成個電子遊戲嘅一部分嘅啫。電子遊戲嘅發展呢，大大話話都有50-60年歷史噶啦。遊戲嘅種類亦都可以話五花八門，由最常見嘅 RPG 啦、射擊啦、動作啦、戰略，以至到模擬經營類嘅遊戲。遊戲嘅分類咧，可以話越嚟越專同埋複雜。我哋睇下 Wiki 咧，就見到個分類有幾多，所以我哋一般咧都會以平台去分類嘅。
比如話係主機遊戲啦、掌機啦、街機啦、PC 遊戲啦同埋手機 game。嗱，無意冒犯嘅街機同埋掌機呢，而家已經係小眾一派，所以我哋今日就講唔到住噶啦。繼續落去啦，由於有獨佔遊戲呢個概念存在呢，所以最優秀嘅遊戲永遠都係集中喺 console 入邊嘅。而電腦平台玩到嘅 game 咧，亦都係好有限嘅，所以主機遊戲咧已經成為咗過去遊戲產業嘅重心。但係近2年咧就開始變動啦。18年手機 game 嘅產值咧已經佔咗成個遊戲市場嘅一半，超越咗一直佔最高嘅主機遊戲同埋僅次嘅 PC 遊戲。手機市場嗰個發展潛力高啦，咁當然對 console 市場產生衝擊啊！特別喺日本，越嚟越多遊戲嘅開發商咧開始轉戰呢個手遊嘅市場，對 console 可以話係半放棄。所以點解 Konami 就唔驚搞爛 Metal Gear Solid 呢？點解 Bandai 就唔驚搞爛 PS4 上面嘅高達 game 呢？係因為遊戲嗰個市場已經轉移到滲透率比較高嘅移動裝置上面，呢一批新嘅客。所以暫時嚟講啦，除非主機遊戲嘅技術有啲咩突破性嘅發展，例如好成熟嘅 VR 技術啦，如果唔係，主機嘅市場就會由飽和到而家慢慢衰落。喺呢個大環境之下咧，電競呢個 terms 受到商家嘅睇重，主機上面嘅單機 game 已經唔再流行，玩家逗留嘅時數亦都好短啦，打爆機之後就劈埋一邊。相反，以競技為主嘅 online games 咧，仍然可以保持每日一個活躍嘅玩家數量，而呢一批玩家亦都好願意俾錢嘅。咁邊度有商機呢？就一眼睇晒啦。而電競喺推廣同埋延長電腦同埋手機上面嘅競技 game 嘅壽命嚟講呢，就變得非常之好使好用。比如話 League 啦，做咗8年啦，但係仍然仲係好大嘅 player base 嘅，就係靠比賽。電競嘅興起，除咗遊戲市場嘅變動之外，其實仲有其他因素嘅，比如話競技 game 嘅入手門檻比較普及啦，一嚟隻 game 唔貴，甚至 free to play 嘅；二嚟全球電腦嘅價格咧係不斷下降緊嘅，計埋空間成本同埋用途多樣性咧，買一部電腦比我哋買一部 PS4 咧更加容易同埋更抵玩。加上競技 game 咧，一般優化都係做得比較好嘅，或者唔需要太高 spec 都可以玩得好順。比如話 Overwatch 啦、Rainbow Six Siege 啦嘅優化都係做得好優秀。因此對新一世代嘅玩家嚟講咧，想打機根本就唔需要考慮買 console。加上手機 game 已經玩到停唔到手啦。仲有我哋講緊直播平台 Twitch 嘅冒起啦，比較高娛樂性嘅 online 競技 game 啦，基本上係佔領咗成個直播平台嘅。喺咁嘅走勢下咧，新玩家會偏向轉移到電腦同埋手機上。嗱，雖然咁樣話係會有利電競人口嘅增長，但另一方面咧，其實係對遊戲產業嘅多元發展咧並冇利嘅。主機遊戲市場縮水，遊戲商減少咗對開發主機嘅資金投入，變相就令到一啲有才華嘅單機製作人咧逐漸流失緊嘅。為咗減低成本啦，好多系列嘅 game 嘅續作都會資源再用，所以舊酒新瓶嘅 game 咧係不斷出現緊。喺手遊同埋 PC 遊戲嘅整體質素咧未追得上 console 之前，電子遊戲會短期內面臨單一化或者我哋講嘅同質化，仲有質素退步嘅問題。用我哋頻道嘅語言嚟講咧，亦即係話伏 game 會越嚟越多。仲有另一個文化上面嘅問題，就係玩家社群會出現遊戲鴻溝。新一代玩家同埋舊派玩家嘅遊戲觀咧出現咗分歧，比如話舊玩家對傳統嘅經典系列咧比較有較深嘅認識，但對於新世代嘅玩家嚟講，佢哋好少接觸競技以外嘅遊戲作品，佢哋好難理解遊戲喺其他層面上嘅魅力同埋表現力，大家就變得好難溝通啦。嗱，我再舉一個具體啲嘅例子，我曾經同一個平時玩開 PUBG 同埋 League 嘅 friend 講到人工智能呢個話題，我提到最近有一款 game 都係講呢樣嘢，就係今年5月好紅嘅底特律變人啦。之後佢係表現到好驚訝，就哇原來 game 都要講呢啲嘢㗎。嗱，我呆咗喺度，明明 AI 喺遊戲創作上已經係用到爛嘅題材啦，下年又出一款 Cyberpunk 啦，係咪先？但原來對佢嚟講係一個好新鮮嘅概念。個情況就好似有人以為電影上面就係得啲 superhero 嘅爽片啦，第一次聽到有文藝片咧，就好似發現新大陸咁。新舊玩家對遊戲嘅理解程度有出入，咁爭議就嚟啦。例如我哋講緊2000年初咧 RPG 遊戲當紅嘅時代，大家討論緊電子遊戲嘅本質嘅時候，遊戲界就係一場 narrative versus simulation 嘅爭議。而2018嘅今日咧 single player 同埋 competitive 嘅爭議咧，亦都係一直出現緊嘅。雖然我哋都知道遊戲嘅本質同埋定義係不斷更新啦，以前電子遊戲可能真係純粹娛樂或者用嚟模擬虛擬環境，但今時今日我哋亦都睇到遊戲亦都可以攞嚟用作探討嚴肅嘅話題，作為一種信息同埋文化嘅載體嚟講呢係好有一手嘅。嗰種遊戲世界嘅浸沉式體驗呢，亦都係電影冇辦法比擬。
內地學者提出電子遊戲係第九藝術呢個講法呢，亦都越嚟越多人接受。所以往後電子遊戲用嚟作體育競賽嘅工具呢，當然係可以嘅。遊戲嘅可塑性係好大，而且好自由嘅。但從現時點嚟睇啦，唔同媒體對電子遊戲嘅解讀呢，亦都太過偏重喺電競嗰邊，甚至我哋用電競去凌駕其他遊戲嘅存在。好多唔入流嘅傳媒呢，淨係識對遊戲愛好者分類為普通打機同埋專業嘅電競選手。嗱，呢種二分法係好唔全面嘅，況且 hardcore player 係分好多種㗎。但喺咁樣嘅宣傳下，新玩家對遊戲嘅認識咧，只會越嚟越狹窄嘅啫。佢哋覺得遊戲係必須強調目的性啊，同埋勝負排名嘅觀念，係對遊戲文化嘅傳承咧係一啲都唔好嘅，對成個遊戲產業嘅多樣性亦都唔好。但對電競產業嚟講咧，係一種大優勢，因為咁樣就會更加多人去玩電競 game。我哋先嚟一個中段嘅總結俾大家消化下先啦。普及率同埋滲透率比較高嘅手遊同埋 PC online game 呢，連同嗰個直播平台嘅崛起，超越咗呢個主機遊戲嘅地位，令到開發商咧開始轉型，遊戲玩家亦都逐漸轉移去 PC 同埋手機嘅平台上面，特別以保留率最高嘅競技 game 為主啦，所以電競嘅風潮咧就應運而生啦。嗱，跟住落嚟，我哋初步了解下亞洲區電競嘅發展同埋佢哋嘅遊戲文化。嗱，如果我哋去分析中國內地同埋日本啦、南韓嘅遊戲生態，我哋都會見到原來主機遊戲嘅流行程度咧，係同佢哋嘅電競發展係好大關係嘅。嗱，首先我哋睇啦，南韓嘅人係唔玩 console 嘅，佢哋遊戲嘅產業主力咧就係搞電腦上面嘅 online games。例如我哋玩過好多嘅 MMORPG 都係嚟自韓國嘅 RO 啊、馬奇啊、黑色沙漠啊、Nexon 呢啲公司咧有玩 MMO 一定識噶啦。嗰個 MMO 嗰個整容系統咧就係南韓帶起嘅，所以你就知道佢哋喺 online games 嘅地位就有幾勁。嗱，除咗 online games， 佢就係搞 e-sports， 而南韓嘅電競發展呢，與其話成熟啊，不如話變態啦。自97年嗰個金融風暴，韓國嘅傳統產業就做唔落去，於是佢就轉型發展娛樂嘅產業，韓劇啊、電影啊、K-pop 啊、韓星啊、數位娛樂，帶動到可能電子設備啊、電信業嘅發展。以文化同埋通訊業立國嘅韓國呢，遊戲產業係同其他嘅娛樂產業都係政府嘅高度投入下一併發展嘅，所以佢哋嗰個電競嘅發展係好誇張嘅。佢哋已經建立咗成套嘅電競系統同埋俱樂部管理，有專門直播遊戲比賽嘅電視台啦，有好多好有料嘅電競協會同埋賽事組織去定期搞比賽啦。佢哋嘅電競產業嘅規模絕對唔低過而家任何一個體育嘅產業。韓國舉辦嘅 WCG 呢，就等於電子遊戲嘅奧運會啦。嗱，跟手就係好嚴格嘅選手訓練，例如選手除咗放假呢，每日都要練12到15個鐘嘅，係唔准拍拖，自我約束嘅要求呢就好高嘅。而社會就唔單止係接受電競，仲係熱捧呢個文化，連企業都去組織自己嘅電競戰隊啊！學校啊、政府啊都視呢一啲選手咧係職業嘅運動員，然後俾人唔同嘅福利佢哋。但基於唔係人人都係電競選手呢個概念啦，韓國嘅家長咧有好多都係對電競唔支持嘅，網癮啊、學業啊、健康嘅問題啊、打機打到猝死嘅報道好多嘅，而且佢哋普通玩家對積分排名嘅執着比華人更加癲。所以到今日，韓國仍然好努力咁樣幫電競證明化。仲有一個可能冇咩人留意，南韓係採用網絡實名制，對打擊外國行為咧係有一定程度嘅作用，但同時亦都引起咗其他問題。只係話物極必反，喺某種層面嚟講呢，佢哋電競嗰個發展，除咗係發達之外，真係可以用變態，或者問下啲我哋用極端去形容會比較合適。莫講話係電競啊，南韓嘅演藝圈亦都係一樣嘅。佢哋嗰個練習生嘅競爭係好恐怖嘅。你睇下佢哋連造星節目都有啊，咩 Produce 101到48，背後係好多黑暗嘅潛規則。電競選手嘅之間嘅競爭亦都係一樣，所以大家就唔好淨係睇到佢風光嘅一面。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 ，Faker 嘅年薪有幾高呢？係代表住下面好多人俾人淘汰咗。雖然係咁樣呢，但呢啲都無阻南韓作為電競大國嘅地位，特別喺 MOBA 領域上面呢，佢哋係世界第一嘅。不過我哋所見啦，南韓電競發展個模式呢，並唔係話是但一個地方都可以抄到嘅。然後我哋再睇下日本遊戲嗰個發展，就好得意啊！日本係遊戲大國，就大家都知啦，任天堂啊、Sony 啊、Sega、Capcom 啊、Square Enix 都係世界數一數二嘅遊戲公司，太多知名嘅遊戲 IP 都係嚟自島國。任天堂嗰都唔使講啦，經典嘅 RPG 系列 DQ、FF、Pokemon 等等，甚
甚至遊戲類別咧會有 JRPG 去獨立說明佢哋。由於 Microsoft 嘅 Xbox 就唔爭氣啦，佢哋啲獨佔 game 全部整到爛晒，因此全球主機市場咧早就俾 PlayStation 壟斷咗。日本嘅遊戲地位同埋遊戲文化嘅輸出力係高到令佢啲國民呢係以電子遊戲為榮嘅，所以佢哋嘅玩家人口就好大，男女老少都打機嘅。如果我哋淨係睇 PlayStation 嘅當地銷售數據，計一計數，平均每5戶家庭就有1戶人擁有 PS4 嘅，仲未計埋上年任天堂推出嘅家庭向主機 Switch 啦。所以對日本人嘅家庭嚟講呢，遊戲機就好似抽濕機咁嘅，未算係生活嘅必需品，但係作為奢侈品係極之普及。喺呢個遊戲接受程度咁高嘅國家，遊戲廣告都係上黃金時段嘅程度。一個遊戲產業咁發達嘅國家，你以為佢哋電競發展一定好高水平啦？錯啦，日本人係唔打電競嘅，所以你好少見到日本有頂尖嘅電競選手。嗱，原因有好多嘅，首先由佢哋遊戲文化講起先啦。日本嘅競技派玩家咧，主要集中喺街機群體入邊嘅，特別以格 game 為主。日本有好多世界頂尖嘅格鬥 game 選手嘅，但係仍然都只係小眾。對於日本主流嘅玩家嚟講，要打機就會用翻遊戲專用嘅遊戲機。一來係因為主機裏面嘅遊戲種類比較多，二來日本嘅3A 級大廠一直認為 PC 就只係一個盜版橫行嘅3流平台，所以一直就唔會將佢啲 game 推上 PC 版嘅。因此 PC 遊戲喺日本可以話唔流行嘅，係因為 Dark Souls 喺 PC 上面嘅成功，先佢哋重新去考慮下電腦嘅市場。再簡單啲嚟講啦，佢哋知道主機上面可以玩嘅 game 實在太多啦，所以佢哋就唔會好似韓國人咁樣淨係玩一隻電腦競技 game。而當佢哋打開個電腦去打機嘅時候呢，就係玩 H game 噶啦。所以喺佢哋眼中呢，電玩係純粹享樂嘅工具，佢哋着重於鑑賞同埋休閒方面，對要求認真嘅對戰呢係冇興趣嘅。但咁唔代表佢哋唔追求難度嘅挑戰，只係佢哋中意由關卡設計或者製作方嘅創意去揾挑戰性啦，而唔係話人與人之間個技術嘅較量，係兩個概念嚟嘅。再者，日本人玩 online games 亦都好排外嘅，成日都會鎖區，佢哋習慣咗自己 game 就自己玩，咁呢種文化可以話係不利參加國際性嘅電競。除此之外咧，有啲環境因素亦都令佢哋嘅電競發展好落後，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出生率越嚟越低。電子競技係好講呢個微操作同埋瞬間嘅反應，所以一般職業嘅電競選手黃金年齡都係去到17到24左右，亦即係話人類反應力最高嗰個時期。因人而異嘅，總之就要好後生啦。所以做電競選手係一個青春飯嚟嘅。選手嘅前途問題就後話啦，但係日本要搞電競，冇年輕人接棒呢會係硬傷。但更加重要嘅係政府對電競嘅表態係同韓國係完全相反嘅。日本政府係完全唔支持電子競技，更加準確嚟講，佢哋唔支持賭博。日本都係最近先開放賭場嘅經營權嘅，而且對國民嘅入場限制咧仍然好多。喺佢哋眼中咧，電競同賭博好大關係。遊戲比賽嘅獎金額咧受法律規定咧，基本上可以話贏咗都冇錢嘅。所以日本電競選手條路咧，亦都係好難行。其實佢哋政府擔心嘅電競賭博問題咧，係的確存在嘅。例如 CSGO 出名咧係炒 skin 同埋賭博嘅風氣，比賽冠軍隊專用嘅 skin 咧可以價值上萬美金嘅，甚至有傳咧 CSGO 嘅 skin 可以做 Deep Web 嘅貨幣，所以係真係有價有市嘅，亦都有人真係靠炒 skin 咧去致富。有比賽就有博彩，電競賭場同埋網上賭博平台咧日益增加。你話電競比賽都有得賭，嗱我同你講，連2024之前奧運會會唔會加電競啊？呢樣嘢都有得賭啊！事實上咧，電競觀眾係一定後生仔為多，青少年賭博同電競發展就一定分唔開。最近內地咧仲盛行一種賭法啦，騰訊有一個遊戲嘅直播平台叫企鵝電競啦，入面有一個好有趣嘅競猜功能，咁觀眾就可以用充值幣去落注，例如賭播主金局可唔可以食雞呢？嗱，呢一啲風氣我就唔評論啦，自己用個腦諗下。總之日本都係最近先開始推電競，規模仍然都係唔入流嘅，主要原因係法規啦，仲有就係佢哋選擇嘅競技 game 咧，全部都唔係亞洲電競區流行嘅。不過日本嘅遊戲地位仍然都係亞洲最高，所以講白一點啦，就算佢哋唔推電競，遊戲產業就係靠 Sony、靠任天堂，仲有動漫 IP 嘅手機 game 咧，已經靠穩定增長噶啦。
嗱，跟住落嚟就要專心啦。韓國、日本我哋可以唔理，但係中國嘅電競同埋遊戲產業呢，我哋就一定要睇清楚啦。中國人玩啲咩 game 嘅呢？內地曾經係禁止出售呢個 PS3 同埋360嘅，日後亦都會繼續收緊佢哋遊戲政策。其他原因就唔講啦，大概就係佢哋想保護自己嘅遊戲市場，因為國外嘅大廠呢，遊戲流入去係好影響佢哋本土遊戲商嘅競爭力，所以主機 game 呢，可以話係唔流行嘅。但係喺呢5億嘅遊戲玩家裏邊呢，亦有一小撮嘅機迷呢會自己諗辦法去玩嘅，而內地嘅 hardcore players 呢，亦都係好多嘅。畢竟我哋講緊係5億嘅一小撮啊嘛。如果你想知乎睇一睇呢，你發現唔少內地玩家呢對遊戲認識係好深入，而且好有見地嘅。中國一部分嘅玩家呢，亦都係對高質素嘅遊戲係非常之渴求。但至少國內嘅遊戲製作技術呢，仍然落後於西方同埋日本，所以佢哋嘅遊戲產業多數就係搞手機遊戲同埋網頁遊戲。而呢一批玩家呢，亦都係好無奈，因為內地人就同日本人一樣啦，佢哋玩手機 game 係好癲嘅。兩個國家加埋嘅手遊產值呢，佔成個地球差唔多一半，所以中國嘅吸金手遊亦都係泛濫生產緊。你可能睇 YouTube 上面嗰啲武俠手機 game 呢，層出不窮，你就知道啦。喺呢一種遊戲市場嘅環境呢，就同我哋上面啱啱提嘅一樣，係好有利電競出現嘅。因為今時今日嘅電競其實就係為咗推廣遊戲，特別講緊手機 game。有留意電競嘅人都知道，中國嘅電競咧喺度強勢崛起緊嘅。喺亞運會佢都打敗埋韓國。中國隊喺其他遊戲都係好有實力嘅。10年前佢玩 StarCraft， 內地高手一啲都唔缺啦。但係講到點解會高速發展起嚟呢？原因就好簡單啦，咪就係錢、人口同埋騰訊咯。係唔靠政府嘅投入下，單靠遊戲社群同埋企業自己推動出嚟。嗱，如果我哋作為一個電競迷，甚至講到亞洲嘅遊戲產業，如果我哋都唔識騰訊呢，係好唔入流嘅，因為亞洲電競遲早啦，或者而家已經係由騰訊主導。企鵝公司一直都有投資唔同嘅遊戲公司㗎，比較值得講嘅就係英雄聯盟開發商 Riot Games， 2015年呢俾騰訊完全收購。PUBG 開發商藍洞同騰訊戰略性合作，開放咗中國區嘅代理權。PUBG 手機版騰訊爸爸嘅，傳說對決騰訊爸爸嘅。皇室戰爭開發商 Supercell， 騰訊持股 76.9%。Garena 遊戲代理平台，騰訊持股 39.7%。Fortnite 開發商 Epic Games， 騰訊持股 48.4%， 而且仲好大權力。Epic Games 係乜嘢嚟呢？ Unreal Engines、Gears of War。嗱，所以點解第4集咁爛呢？嗱，我哋唔好再提 Ubisoft 同埋暴雪嗰 5% 啦。總之，基本上而家亞洲流行嘅電競 game 咧，基本上全部都係同騰訊有關嘅。有咗遊戲嘅掌控權，佢哋搞定期比賽咧就更加輕鬆，例如內地嘅 LPL 啦。而定期嘅比賽咧就係維持產業嘅健康發展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嗱，以事論事啦，騰訊係一個好成功嘅投資者嚟，佢知道 PUBG 紅，所以佢即刻整一個手機版，整埋一個抄襲版無限法則。佢知道 MOBA 多人玩，手機 game 會好賺，但係 Riot Games 就唔肯搞 LOL 嘅手機版。於是騰訊就自己整咗王者農藥同埋傳說對決出嚟。對遊戲有少少認識嘅人都知道，呢啲其實只係 Dota 同埋 LOL 嘅閹割移植版，要攞嚟做比賽呢，仲係太勉強啦。技術操作嘅上限啦，手機性能嘅限制啦，UI 嘅清晰度啦，唔使講咁多啦。但最後喺爸爸嘅推動下呢，一樣都係熱門嘅電競項目。我喺片頭就講過，我哋去諗手機電競係好重要嘅。如果一款遊戲唔可以喺佢最好嘅平台做比賽，咁仲有啲咩專業可言呢？或者佢哋都係唔錯嘅休閒遊戲，但當我哋講到電競選手要做10幾個鐘嘅練習，用手機嚟進行根本就係一個反智嘅行為。比起我哋喺電腦上面做訓練，對人體健康嘅影響差太遠啦。究竟係邊個人會諗到手機電競呢樣嘢呢？至少以暫時嘅技術，手機電競係相當之兒戲嘅，係一個純粹為錢而存在同埋消費人氣嘅活動。但商人就喺度熱捧緊呢樣嘢，只可以話為咗錢，你班友真係乜都得㗎。喺騰訊領導下嘅亞洲電競前景會係點呢？我唔敢亂咁估，但似乎同專業運動就冇咩關係啦。商業電競呢樣嘢呢，例子仲有好多嘅，所以其他人話電競咪係班生意佬攞啲後生仔嘅青春嚟圈錢。係完全嘅事實嚟嘅，亦都符合國情。而家我哋就評價下呢一種風氣啦。遊戲作為一項產品呢，其實一直都唔係點穩定嘅，因此打算投身電競選手嘅人呢，就要多啲諗下啦。電子遊戲呢樣嘢係好容易受潮流影響嘅。我仲記得16年嗰時出 Overwatch 啦，幾多人喺度玩緊啊，全世界都有傾緊呢樣嘢。OWL 啊即刻做咗出嚟啦。
但自從 PUBG 出現咗之後呢，呢一股食雞潮流呢，同時亦都捲走咗 Overwatch 嘅玩家，所以呢一隻 game 客觀嚟講呢，已經係過氣遊戲。台灣隊閃電狼 Overwatch、AHQ Overwatch 解散晒噶啦，北美隊亦都好多選手相繼退出咗啦，轉行做直播主，成個遊戲嘅社群呢，亦都開始有少少自暴自棄，大家都亂咁玩噶啦。老實講，咁樣係對遊戲公司同埋一啲電競高層呢係冇損失嘅。呢個遊戲冇人玩，咁我哋咪推另一款咯。動視暴雪出嘅新 Call of Duty 又要嚟啦。呢個比賽冇睇頭，咁我哋咪去做其他遊戲嘅選手咯。Overwatch 隊解散，去招募食雞隊。簡單嚟講，電競選手嘅生涯除咗年齡因素之後呢，亦都好受潮流影響。退役之後，你想做直播主或者做教練呢，都唔容易噶，要視乎翻你自己擅長嘅呢隻 game 嘅熱門程度。目前咁睇啦，亞洲區最穩定嘅電競遊戲項目呢，淨係得英雄聯盟；歐美區就係 CSGO 同埋 Dota 2。其他電競 game 啦，特別係國內嘅手機版呢，短線炒作呢係佔多嘅。PUBG 嘅潮流屬性亦都好重啦，半年後應該攤凍晒噶啦。再冷門啲嘅例子呢，有人玩 Pokemon 電競嘅，但係冠軍贏咗都係冇人識。韓國嘅大學會視選手為職業嘅運動員去保送佢哋上大學。點都算係叫有啲保障啦，但係港台區呢就冇呢一啲相關嘅措施啊。因此年輕人，你要想做電競選手，要識得揀遊戲，要多啲去了解同埋規劃。嗱，前途我哋講完啦，咁產業嘅前景又點樣呢？社會對電競嘅疑慮好多，所以我哋好努力咧去令佢哋接受電競。但其實最諷刺嘅係，我哋一直都要話幫電競正名化啦。但其實呢一度先係最大嘅灰色地帶。喺我哋香港啦，電競呢個字咧都未成熟起嚟啊，已經俾人消費到阿媽都唔認得啊！我哋今年第2年搞呢個 EMF 啦，傳媒啊、電腦商啊連珠發炮一齊做勢。本來我覺得更多官商方推活動呢，係會有利電競得到真正嘅正名化。但我而家見到較多嘅係幫電競商品正名化，電腦產品標籤為電競專用係會比較吸引嘅，任何玩家都想用更好嘅嘢去提升表現啦。而呢一啲電競裝備或者我哋講嘅硬體周邊產品呢，就係形成成個產業鏈嘅一部分。好笑嘅嘢就嚟啦，越嚟越多電腦品牌呢都爭住打入電競嗰個市場，佢哋賺錢係佢哋嘅份內事，但係佢哋點樣宣傳呢個產品呢就好有問題啦。例如我哋而家講嘅電競手提電腦、遊戲手提電腦兩個大廠 MSI 同埋 Alienware 都只會講佢哋自己嘅產品叫做遊戲手提電腦 Gaming Laptops， 但唔知點解而家全世界都會出翻一部電競 notebook。職業選手係唔會用手提電腦去比賽嘅，咁又何來電競手提電腦呢？但最慘嘅係佢哋借電競選手把口去宣傳啊，口號係電競唔係講玩，而個宣傳產品就係一個冇可能用嚟比賽嘅 notebook。我自己3年前已經用緊 Alienware 嘅 notebook 啊，所以我自己就好清楚啊。2年之後佢哋就會停產主板嘅啦，所以壞咗都冇得整，保固呢都只會用翻啲二手零件嘅。就算我哋唔講電競節啦，連1個月前嘅動漫節呢都變咗手機電競節。咩三星嘅 Galaxy S9 啊，大會指定電競手機，究竟電競喺商人嘅眼中有啲咩意義呢？任何一個成年人都睇得出呢個只係一個商業嘅宣傳口號。所以點解社會唔接受電競啊？一，大家對電子遊戲一無所知，認為遊戲係冇佢嘅探討價值嘅。唔入流嘅傳媒跟風咁報導啦，遊戲官俾電競騎劫。咩電競唔係講玩，用嚟貶低玩嘅意義呢，就已經好奇怪，仲要係治標不治本嘅。點解唔係用玩係冇問題，當成職業認真咁樣去做，更加冇問題去說服其他人呢？而家嘅人唔了解電競，更加嘅係唔理解電子遊戲。唔通我哋做 review 嗰陣時就冇認真去玩，就唔係職業咧咩？咁樣講亦都好唔尊重遊戲業內其他領域嘅人，亦都對電競人士建立佢哋嘅專業形象咧一啲用都冇。2. 從商人點樣借電競去推銷佢嘅產品，包括泛濫中嘅手機競技遊戲啦，唔入流嘅昂貴裝備啦，令到電子競技喺專業運動同埋商業化之間失衡，令人喺電子競技呢樣嘢，除咗商人嘅野心之外，就乜嘢都睇唔到。門面包裝已經好核突噶啦，呃下3歲細路哥呢就都 OK 嘅，但對睇得透啲嘅成年人嚟講，佢哋葫蘆賣緊咩藥嘅，點可能唔知啊？3. 對年輕人嚟講咧，太多假希望啦。
夢想呢個字呢，份量係好重嘅，佢背後代表嘅青春、盼望、童真，令人唔願意喺後生仔面前呢潑冷水。首先，大家要知道冇全民電競呢支歌仔唱嘅，職業電競嘅舞台呢，淨係得少數嘅精英可以踏足嘅啫。但係競技 game 呢，人人都玩得噶啦，表面門檻低，令到好多後生仔以為自己都有機會去追逐呢一個夢想。唔似我哋話要做 F1 賽車手咁啊，要有專業嘅途徑，我哋先可以投身。而事實係，普通人真係可能玩下玩下，扣住個 ranking， 機會可能就嚟嘅咯。太多可能令我哋唔敢去否定啊。但同時前景暗淡，亦都好難令父母去支持，並唔係因為佢哋嘅諗法守舊啊，係因為年輕人睇得太簡單。曾經有一次直播活動，有一個初中生就打電話上嚟，話自己想輟學，然後練習競技 game， 日後做選手。於是我哋就問佢排名幾多啊？佢話 Overwatch 鑽石，呢個程度同職業賽係爭太遠啦。但係我哋可唔可以否定佢唔會幾年之後就打到 Top 100呢？就係唔知道，但係又唔睇好。係唔係純粹逃避學習而一時嘅衝動呢？我啊唔想知啦。但眼見而家越嚟越多後生仔覺得學業係同專業遊戲係唔可以並存嘅，呢種咁嘅諗法就令我好擔心。但呢個就係電競呢個詞語引起嘅現象。如果中國、香港、台灣想真係搞好電競，首先要搞清楚大家心目中嘅電競係想走商業化定係當佢係專業運動呢？業界自己都未搞清楚呢，好難期望社會係點樣睇佢。而家產業鏈未形成、未成熟，咁就揾錢係必須嘅，起碼要做到收支平衡。但係日後亞洲業內會唔會將電競比賽用嘅遊戲做一個更明確嘅準則呢？係咪要達到競技性、公平性、觀賞性三大原則，定係紅嘅遊戲就推電競，好似 PUBG 咁呢？再推埋手機版電競，咁啊真係夠一雞兩味啦！目前亞洲電競太兒戲啦，無論係企鵝電競問題啊，以至觀眾質素都係。例如今次我喺雅加達搞嘅亞運啦 ，LOL 中韓隊嘅賽事，直播嘅 chat room 咧，全部充斥住係唔成熟嘅觀眾。日後電競嘅專業定義係需要更多嘅監管。點樣去防止電競淪為一個下流嘅商業宣傳呢？點樣去防止電競淪為小學雞嘅嘴炮平台呢？傳媒報道同埋推廣電競，亦都需要從一個全面嘅遊戲觀去開始解釋。最近 LA 有一單落敗嘅電競選手槍擊案啦，咁大家就一定會將個責任全部推晒去電子遊戲度嘅。大家一定以為嗰個選手係玩暴力嘅射擊 game 啦，但其實佢玩足球嘅，邊嚟暴力元素呢？有一次我哋已經講，有對戰勝負暴力成分嘅遊戲，即係冰山一角。遊戲有更多係強調協作啊、創意同埋普世價值嘅。就係因為灰色地帶咁多，但係從來都冇人去解釋清楚，突然就將佢納為亞運嘅體育項目，社會有咩可能去接受呢？就算我哋用一個遊戲人嘅角度去講，電競而家呢個過度膨脹嘅宣傳下，即係將電子遊戲逐漸咁單一化同埋過分咁商業化。呢個唔係作為一個機迷咁無病呻吟，而事實擺在眼前。新世代玩家對遊戲嘅睇法呢係越嚟越膚淺嘅，遊戲嘅質素亦都係下滑緊，所以電競真係唔係大家睇表面咁理想嘅。不過呢啲一切只係個開始嚟嘅，日後 AR、VR 電競咧係更加精彩。電競可以話已經係停唔到落嚟嘅，佢某程度上都係科技進步下嘅產物。唯有理性嘅討論咧，先可以令呢件事變得更加好。所以大家日後再討論電競嘅時候咧，思維亦都要跟住去進步，但同時亦都要保持住獨立嘅思考。係乜嘢真正嘅原因令人唔承認呢樣嘢呢？相信喺呢30分鐘啦，大家都會有啲頭緒，已經唔係話係唔係運動呢個咁低層次嘅問題啦。本來我自己準備咗一啲香港發展電競嘅部分啦，但係當中涉及更多嘅資料同問題，仲有好多嘅建議，真係要講嘅咧，可能又要拖多20分鐘噶啦，或者我哋下次開多條新片同大家講啦。藉住呢個電競嘅風潮，亞洲電競嘅領導者點樣去打造一個更加理想同埋更認受嘅專業環境呢？同埋實踐佢哋嘅企業責任。同時我哋 channel 亦都想唔同嘅觀眾多啲去思考電子遊戲，遊戲係唔係真係要去到電競先顯得佢嘅價值喺邊度呢？佢究竟係點樣成為一個咁大嘅文化、咁大嘅體系，令我哋呢一啲遊戲愛好者咁着迷呢？辛苦晒大家睇到呢度啦，信息量可能真係有啲大，大家希望可以盡量消化到啦。電競會係最少5年內嘅熱門話題，大家未免落後於時代呢，亦都應該早啲去認識嘅，分享俾啲想了解電競同埋遊戲產業嘅朋友啦。如果想繼續睇我哋講 game 呢，嗱呢度撳落去就啱噶啦。